很多人以为只要在土耳其注册一家控股公司，资产就自动上了保险。但本文写作时，土耳其连专门的控股公司立法都没有。它到底能不能保护你的资产，关键不在注册，而在另一件事，这一点我留到最后的避坑环节再说。为什么值得弄清楚？因为架构一旦没搭对，所谓的隔离随时可能被击穿，钱没保住，还可能惹上跨境税务的麻烦。先说它是什么？土耳其控股公司就是一家专门持有股权、不动产、知识产权的公司，自己通常不做具体经营，核心是把经营和持有分开，让承担合同和用工风险的运营公司在前台，把股权和核心资产放在后台的控股公司名下。这样做的好处很直接，某家运营子公司出了纠纷或者亏损，理论上不会直接波及控股公司名下的其他资产。跨境客户常用它统一持有多家公司的股权，或者把不动产、品牌、专利集中起来，为家族传承提前搭好结构。那具体怎么设立？流程其实有清晰的7步，我们一步步走。第一步，确定公司形式，多数人在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选，股份公司更灵活。第二步，通过中央系统 NARSIS 核名，起草章程。第三步，章程到公证处公证，外国股东还要准备护照、税号和翻译公证的材料。第四步，按公司形式注资、验资。第5步，向当地商事登记处提交材料完成登记，公司从登记那天起取得法人资格。第6步，向税务总局申请公司税号。第7步，以公司名义在土耳其银行开户。材料齐全，不用补件的话，整个流程通常需要数周，但外国股东的公证、翻译和合规审查可能会把周期拉长。接下来是重点，它到底怎么保护资产？做法是用多层股权，把不同性质的资产和风险分放在不同公司里。顶层控股公司持有若干子公司，每家子公司只管一块业务，比如一家专门持有不动产，一家专门做贸易。这样一来，贸易公司如果因为合同违约被追偿，通常不会牵连到持有不动产的那家子公司，风险停在承担它的那一层，这就是隔离的意义。但成本和税呢？本文写作时，土耳其企业所得税基本税率约为 25%， 由税务总局设定。对控股架构最有意义的是参股免税，土耳其居民公司从另一家居民公司拿到的股息，满足条件时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，避免集团内层层分红被重复征税。但它附带持股比例、持有期限等条件，规则又常变，能不能用，一定要先问专业顾问。注册资本方面，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最低资本高于有限责任公司，具体数额以土耳其商法典和贸易部最新规定为准。很多家庭还会问，设了控股公司能不能顺便拿身份？这里必须讲清楚，持有公司和拿居留、拿护照是2条不同的法律路径。投资入籍通常走合规房产或者存款、基金投资，跟设不设控股公司是2回事。有了土耳其护照，有些家庭会进一步关注美国1-2投资签证或者子女的华侨生联考，但这2条都有明确又严格的资格条件，而且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，会对户籍、社保、升学带来实际影响，得提前想清楚。现在回到开头的问题，真正决定控股公司保不保得住资产的是运营，不是注册。如果公司和个人的财产账户混在一起，出资不实或者拿去逃废债，法院可能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，隔离当场失效。再加上中国税务居民可能涉及受控外国企业规则、境外所得申报，公司每年还得记账、报税、年检，把它当成注册完就一劳永逸的工具，往往就是风险的开始。没有任何机构能保证审批结果，但把架构、税务、
合规这3件事同时做扎实，保护才真正站得住。关注我，少走弯路。中土华信是一支总部在伊斯坦布尔、全程讲中文的团队，端到端陪同，关键节点用中文书面汇报。主页了解更多。